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之音，希望大家都过得愉快。感谢您的订阅和忍耐，我们每天都陪伴您。在生活中，许多人认为老年人的性行为是老不正经，还有人认为老年人从事性生活会对健康造成损害，甚至缩短寿命。然而，从医学角度来看，长期没有性生活会导致性器官功能显著减退，从而引发其他健康问题。比如，长期抑制性欲会加重前列腺增生的症状。即使患者自愿地抑制了本能的需求，性器官仍然会勃起，勃起会导致盆腔充血。随着反复发生，充血状况会不断加剧。但是，由于无法通过正常的性行为排出精液，前列腺可能会发生炎症反应，从而引起增生。如果前列腺增生压迫尿道，患者可能会出现排尿困难等症状。此外，过度抑制性欲还可能导致睾丸和脑垂体前叶的性腺功能下降，雄性激素分泌减少，加速衰老的进程。老年人性爱好处多。一、有利于身体健康。现代医学认为，不论什么年龄，只要是正常适度的性生活，失去的精液会及时得到补充。而且，性生活能够促进新陈代谢，促进了体内各脏器和组织的功能。只有自情纵欲，性生活过频，才会影响到身体健康。二、心血管健康。性生活可以起到一种有氧运动的作用，促进心血管系统的循环，并增强心脏的功能。适度的性活动可以帮助降低血压，改善血液循环，从而减少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三、延缓衰老。适度的性活动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肌肉力量，维持身体灵活性，从而减缓身体的衰老过程。四、减少皮肤病的发生。适度的性爱会加速血液循环，均衡新陈代谢，让皮肤光洁细嫩，并起到防治皮肤病的作用。五、心理健康。性生活可以促进身体和心理的放松，释放压力和焦虑感，提升心情和幸福感。性活动还可以促进荷尔蒙的分泌，如多巴胺、催产素和氧化剂，有助于提高情绪和增进亲密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老年人在从事性生活时应注意适度和安全。如果存在潜在的健康问题或疾病，应当咨询医生的建议，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老年人性生活应注意什么？一、顺其自然，保持良好沟通。老年人在性生活中应当和伴侣保持良好的沟通，互相尊重和理解对方的需求和舒适度。如果患有心血管等慢性疾病，千万不要勉强。老年夫妻不宜长期分床，应保持经常性的身体接触，如亲吻、拥抱、爱抚等，这也是性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注重前戏时间和做好充分准备。老年人的性快感很难与青年时期相比，这不仅与性器官本身的功能衰退有关，也与老年人其他感觉器官衰退有关。比如，老年男性性反应较慢，可以注重前戏时间和刺激，多些爱抚，多点交流。老年女性的阴道分泌物较少，而性高潮较难形成，必要时可准备一些性爱专用润滑剂。三、把握性生活的时间和频率。总的原则是因人而异，要适度。其实，无论何时都可以，但是根据自己的习惯而定。性生活的频率一般是1个月1、2次，应以性生活后无不适感为宜，最好不要。人们往往难以想象晚年的男子和女子仍然有性情感、性要求和性关系。毫无疑问，陈腐的文化观念对造成这种错觉起了很大作用。
青年人普遍持有的那种否认老年人性活动的倾向，更加深了这些错误认识。老年人性生活中的第一个障碍，正是老年人自己所具有的这种陈腐的观念。老年人该如何看待自己性生活？对老年人来讲，特别是老年妇女，最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强压自己的性要求。由于旧思想的影响，我国许多女性在绝经后常常自认为必须自觉主动地终止性行为，否则就容易被人认为是老不正经，这是不应该的。老年女性仍有性欲，而且有些人绝经后可能还会有所增强，这不是什么坏事或丑事，反而有利于夫妻性生活的和谐。因此，不仅女性不要压抑自己的性要求，丈夫也应予以理解和配合。即使已经存在性冷淡的老年妇女，在性医生的指导和丈夫的配合下，也可以解除心理压抑，重获性生活的青春。许多老年人，特别是妇女，常因容貌的衰老过分自卑，使自己失去了许多享受性爱的机会。衰老是自然发展的规律，没有人能逃得出自然法则的规律。自卑感是对人们多余的惩罚，对一个家庭和老年夫妻来说，自己所富有的永恒魅力来自心灵美，共建家庭过程中所付出的汗水，以及和谐美满的性生活。有不少老年夫妇年轻时性生活美满，但进入老年后，由于夫妻一方或双方屈从于当地对老年人轻视性的社会习俗，而克制自己正常感情的流露，过早地终止了性活动。另有不少老年男女丧偶后虽又碰到了合适的伴侣，但由于自己头脑中的旧观念作怪，或是迫于封建势力的压力，白白地错过了黄昏恋的机会，而暗自忍受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这些都是没有树立起正确观点的结果。老年人的性要求是正常的生理需要，他们有权利再婚，有权利享受性爱乐。老年人应当抛弃旧的传统观念的枷锁，正大光明地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贬低年老者，颂扬年轻、健康和体态的魅力，这种理想生命活力的观念是如此盛行，致使许多年老者感到再有任何性要求都是不正常的。对这种教养上的压力敏感的人，在体验性激动时，可能会感到内疚和十分难堪。某些情况下，文化意识的影响是十分强烈的，这会使得老年夫妇更加避免性的接触，以便尊奉他们想象中的规范行为。假如任何一种或所有形式的性接触都加以避免的话，那么感情交流和表示亲密的机会可能会减少到一点也没有了。值得庆幸的是，我国老年人问题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讨论性和衰老问题已开始转向更为公开、科学而准确的方向进行。可以期待以往这种由于教养上的偏见所造成对性行为方面的限制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也可以期待不久的将来，社会将会像接受青年人的正常性行为一样，接受老年人在这方面的活动。总之，老年人首先要树立正确的认识，才可能去享受性爱乐。否则，很难想象在思想上有抵触情绪或是会产生内疚、负罪感的老年人也能获得和谐的性生活。关于老年人性生活的错误观念，随着年龄的增加，性机能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并不等于老年人就不能过性生活。胡老师夫妇出现这样的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他们还抱有一些错误观念。错误观念一：老了不行了。身体步入老年，性机能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性功能仍然是存在的。许多70、80岁的老年男性仍然能使自己年轻的妻子怀孕，而老年妇女虽然已经丧失了生育功能，但完全能过性生活。
因此，只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建立与年龄相应的性生活模式，老年人也可享受性生活的快乐。错误观念2：老年人过性生活是老不正经。性快乐并非中青年人的专利，老年人也有正常的性需求。据国外的调查统计，60至65岁和65至70岁的男性，分别有 83% 和 70% 能过正常的性生活。许多老年夫妇只是因为旧的传统思想的影响，压抑自己的需求，丧失了性乐趣和性能力。错误观念3：性爱就是性交。老年人由于性机能的衰退，会出现生殖器官的萎缩、勃起困难或阴道干涩等现象，单纯的性交往往不容易完成。但是接吻、拥抱、爱抚、倾诉也属于性爱的范畴，能满足男女双方对性的渴求，并在您追求身体健康与心灵养生的旅程中，我们不图回报，只期待您的喜欢和分享。有不到之处，希望您能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我会对每个留言回复。我也迫切地希望能与您就任何话题进行交流，让我们一同修身养性，积累福报，心怀感恩，与您同行。